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这边。我们经常看陵墓啊，特别是古代的陵墓、皇帝的陵墓，都讲究风水，都说要选一个好的位置，然后给子孙后代我们说造福，大家都说嬴政选的那个地方非常好，所以呢乾隆才做皇帝，然后活了那么长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这个陵墓呢，这个墓非常独特，就我们常说的，它跟皇帝的陵墓相反，它这里被称为一个绝坟。就是说啊，不希望子孙后代好。那么这个墓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这个人，墓主人是叫邵雍，是北宋时期的人物，他是属于思想家、理学家，还有数学家、哲学家。一般我们说哲学家的思想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他有一个称呼叫做神算子。我们中国古代说那个诸葛亮、刘伯温是智慧多妖，就是说非常聪明，包括司马懿这些人。他呢也是被称为神算子，在民间呢传说他跟诸葛亮、刘伯温是一样的人物，并且有一点呢，他的儿子啊就叫伯温，只是说姓不一样，是邵伯温，所以很有特点吧，很有意思吧。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邵雍墓。一般正常来讲的话，一个墓啊，特别是这样出名的人物，或者是说思想家、大的那个名人的墓啊，它周边呢一定有其他的墓，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单独的只有它一座，所以呢被称为绝坟。绝坟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平时看陵墓的话，是依山傍水，就是我们是靠山，然后前面是一条河，而它这里呢是一条大的山沟。大的山沟的话，就有一点说法呢，在中国古代我们说的虎始山丘，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月落归根。那么月落归根是葬在哪里呢？我们说的葬在那个祖先的地方，祖先葬的，然后旁边跟着安葬。然后他在这里呢，就是说啊，把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山沟阻挡了，就是那个子孙后代是不让来的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他这里呢造这个墓呢，在这里安葬的不是为了子孙好，是不让子孙回来，所以呢被称为绝坟。这个邵雍呢，他活了60多岁，他没有当过官呢，但是呢，在民间的地位，包括在北宋的那个朝廷啊、政府啊，威望都很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学识渊博。当时北宋有个程朱理学嘛，他是理学还有道学的那个代表之一。皇帝屡次召集他为官，但是他坚持不受。这个地方是一个牌坊，四柱三门。在陵墓前呢，一般都有，我们也有时候称为陵心门，特别是越大的帝王陵啊，越大这个牌坊。4个字安乐嘉诚，因为他在洛阳隐居嘛，被称为安乐先生。我们说邵雍啊，他是风水学大师，在中国古代我们知名的风水学大师有谁呢？最开始我们说诸葛亮，还有那个唐朝的袁天罡跟李冲锋，还有那个刘伯温。那么这个邵雍呢，就写了一本《皇极经世书》，我们看电视剧到，它被称为天书，就是说那个也是预知500年或者1000年，而且还写了一个大概说宇宙呢大概12万年轮回一次。当然这个只是他的一种说法啊，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以科学为主，这个可能就不太相信，但是那个时候的他的威望各方面大家都很认可。然后前面一点呢，这里就是一些我们说的碑林，还有那个十望柱。十望柱这个是什么呢？一般叫华表。我们平时看到的华表啊，在乾陵的话看到华表呢，大概差不多有10米高，但是它这里的华表十望柱呢，才不到2米。那么这个呢，基本上也是属于那个宋朝北宋时期留下来的，也有1000多年了。这个地方写的邵夫子墓，为什么叫夫子呢？在我们古代，我们只能称呼为那个孔夫子嘛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因为他在民间的地位啊，很多时候媲美孔夫子，因为他的学识，他的那个著作啊非常多，不光是《皇极经世书》一本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说了，他这个是绝坟，其实跟我们说的绝坟可能还是有所区别。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碑，这个不用讲了，这个是历朝历代来这里祭拜、来拜谒他，然后写下的一些就是对他的那个评价。所以很多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碑林。
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推开大门，相当于进入核心地方，就是特别是我们打个比方说，一座陵墓密封的，把门推开，是不是里面就非常震撼？它这里呢也有点像我们说的前朝后景的局面，里面呢相当于是属于一个内层。那个少夫子呢，我们继续说一下这个邵雍，他说他的墓是掘坟，其实呢，他所说的掘坟跟我们平时理解的掘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常说掘坟的话是那个这个家族不兴盛，子孙后代不好。然后他这里呢有一点呢，因为他预料到了北宋末年会出现我们说的靖康之耻，那这边北方中原大地呢，北金国占领。那么他的子孙后代是回不来的，特别是他的儿子啊，后面是在那个当官，他在当时的成都那一带，就是蜀啊当官，所以呢，他儿子活到72岁去世的时候，是不可能回到这个地方安葬的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，所以大家区分一下，不能完全说的掘坟。那个他的邵伯温呐，就他儿子邵伯温，当时呢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也有那个石像啊。这个应该也是北宋时期的，比较老了。前面不远处呢，就是他的墓冢啊，缅怀中华先贤少子。今天呢，我刚看到还有人来祭拜，来拜谒他，所以呢，他在民间呢，其实特别是在中原大地啊，威望很高。大家应该听过司马光砸缸，司马光呢跟这个邵雍呢也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还有那个我们说的欧阳修父子呢，也跟他关系很好。这个邵雍邵夫子啊，他是我们说的集大学于一身的人物。我们经常说佛道、儒三家，他是属于儒道释三家集合一体的，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师，内圣外王，所以被我们说的民间称为圣人。但是呢，他不是传统上的圣人啊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墓冢啊，他这个墓冢呢可能比较小。他这个邵夫子啊，作为一个民间人物，我们说的没当过官，但是他有谥号。写的是看一下啊，碑上写的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。那么这个康节呢，这个谥号是怎么由来的呢？就是跟欧阳修有关，因为欧阳修很敬重这个邵夫子啊。当时欧阳修当官的时候，还要求他的儿子啊去那个拜见那个邵夫子。后面那个邵夫子去世之后呢，欧阳修的儿子啊向朝廷上书，要给他一个谥号，所以康节的谥号就是这么由来的。并且还有一点呢，当时南宋的时候还封他为新南伯，就是给他爵位。所以呢，他当时呢没当过官，但是呢，朝廷啊，当时的北宋也好，南宋也好，都是非常认可他的。然后到了那个清朝呢，包括那个乾隆、康熙啊，都下旨规定了一些东西，特别是乾隆规定啊，每年春秋啊2季一定要祭拜祭祀那个邵夫子。所以一代先贤死后能有这样的地位，也算是可以了。